访华前欧盟达成临时协议，会报复中国，中国必须严惩，替这国出头，忍不了了。大家好，我是肖一华。就反胁迫工具法案，欧洲理事会与欧洲议员达成了临时协议，旨在阻止第三国采取限制贸易或者投资等措施，对欧盟以及其成员国搞经济胁迫。按照多家外国媒体的说法，美国和中国是这一法案的首要针对对象。事实上，该法案的提出最初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在美国出台芯片法案收割欧洲资本的背景下，欧盟希望能够借这一法案对美国进行反击。但如今部分欧洲议会成员却认为这一法案跟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的所谓贸易胁迫有关系。尽管法案中没有提到中国，在这之前，立陶宛不顾中方的反对，坚持要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企图用这种方式来讨好美国，从而登上美国的战车。对此引起了中国政府极大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因此强硬表态，称中国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利用民主以及人权等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挑衅行为，中国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立陶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采取反制合情合理，但现在欧盟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制裁立陶宛，那么欧盟将会对中国展开报复，制裁中国。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可以想到的是，如果欧盟一定要干涉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绝对会让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来访问中国。而之所以马克龙拉着冯德莱恩一起访华，是想为访华增加底气。这次访华，冯德莱恩已经说了，欧盟不希望切断和中国的贸易以及科技合作的纽带。想来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欧盟开始清醒，希望能推动中欧关系迈上更高水平的发展。一直以来和平发展的环境就是各国发展的基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很多国家都深受其害，尤其是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耗尽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不说，还因此陷入了发展困境。当前不排除欧洲国家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增加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合作，来缓解并解决国内的危机。除了访华，欧洲国家也希望中国可以促成各方的和平谈判。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以在俄乌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俄乌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一致都希望双方能够和平解决矛盾和冲突。就算欧洲国家没有喊话中国，中国也会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其次，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我国也非常清楚他们这一番来华的目的，缓解紧张关系，恢复贸易合作是好事。倘若真有诚意，中国不会拒绝。但在即将访华之际，欧盟达成临时协议，因为立陶宛报复中国，足以说明冯德莱恩本质上还是亲美的，不过是迫于当前欧盟存在的巨大压力，才不得不来华寻找新的机遇。既然如此，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还有必要来访华吗？在我看来，欧盟替立陶宛出头只会挨更惨的打。干涉中国内政明显是立陶宛的错，中国不采取反制措施才怪呢。欧盟跑来威胁中国展开报复，中国怎么可能忍得了呢？基于此，也只有严惩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